高考试卷发下来，我发疯一样的冲出了考场，因为数学考试过后，监考老师就会变成丧尸。报告，我想上厕所。监考老师抽出了霰弹枪，一枪把说话的男生打成筛子。世界末日就此降临。坐在考场，看着面前刚发下来的英语试卷，以及墙上指向下午3点的挂钟，我全身都在发抖。尤其是看见那个秃顶监考老师的大嘴和黄牙，我确信自己重生了。上一世没头没脑的横冲乱撞，最后让我倒在丧尸之口。这一刻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尽量囤积足够物资，因为在2个小时之后，也就是数学考试结束的一瞬间，整个校园就会变成哀嚎遍野的修罗场。没有多想，我捂着肚子站了起来。老师，我想拉粑粑。眼看监考老师没有反应，我直接跑了出去。站住！你想干什么？老师，我憋不住了，马上就要窜稀了。整个考场一片哗然。老师，你别理他，他是我们班倒数第一，整个就是一个疯批。由于是高考，到处都静悄悄的，我冲到超市喊道：“老板，帮我抱2箱矿泉水。”老板正在打排位，见我突然跑进来，不由发懵：“你哪儿来的？不是都在高考吗？”我一道题都不会，不考了，买点东西请全班同学吃个散伙饭。我一边说一边抓起袋子扫荡物资。我主要是拿火腿肠、饼干、鸡腿、鸡翅、牛肉干这一类零食。老板帮我抱了2箱矿泉水。你可真牛批呀！高考都不考了，回家不得被你爹妈抽死？没事，我家有钱。装完吃的，我又开始装日用品，什么姨妈巾、消毒液、绳子、剪刀之类的。我还买了一把西瓜刀，足半米长。老板又懵了。这些也是给你同学的吗？我们高考后准备去野营，带上这些有备无患。我给了钱，用力扛起装食物的箱子，朝着宿舍跑去。到了宿舍楼，舍管阿姨疑惑地看着我。我是超市的员工，有同学让我帮忙运东西去他们宿舍，说是散伙用。舍管阿姨不记得我这个小透明，让我自己折腾。她忙着刷手机，搬腾完了所有物资，1个多小时就过去了。我看了一眼表，还有不到40分钟，考试就结束了。我赶紧把门从里面反锁，并把床推过来抵在后面。刚买的西瓜刀也放在床上，我一把拉上了窗帘。宿舍内光线一下子就暗了下来，但却让我安全感十足。最后我跑去厕所，把所有的桶都接满水。如果后期无法逃离这里，水就是命。做完这一切，下午4点59分，还有1分钟，考试就会结束。没等我过多思量，突然学校的铃声响起，我听见了欢呼声、脚步声、议论声，随后是尖叫、哀嚎、惊呼。学校乱了，整个世界也开始乱了。突然我听到了有人在用钥匙捅我的宿舍门，我先不出声，过去摁住门把手，加上我已经反锁了，钥匙肯定是打不开的。打不开？谁反锁了？有人在里面。我听到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，是班长兼社长的周琪琪。周琪琪被男生背地里封为校花，加上成绩名列前茅，是当之无愧的校园大明星。但是他对我很不好，我还记得他在女厕朝我吐口水，将脚底踩在我的脸上。可以说我成绩差是他一手霸凌出来的，我是不可能放他们进来的。谁躲在里面？外面全是怪物，让我们进去。他们已经开始撞门了，不断增加的丧尸让他们失去了理智。还有几个女生跑去扒拉窗户，透过宿舍的玻璃，我被看到了半个身子。妈的，原来是砰砰！完蛋，我暴露了。砰砰，你神经病是吧？赶紧给老娘开门！我眉头紧皱，如果他们没发现，我可能就走了，但发现了，就相当于看到了希望。他们不要钱的疯狂撞门，撞的门锁滋滋响，一直在松动。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。不要撞了，撞坏了谁也没法躲。砰砰，你的脸又痒痒了是吧？赶紧开门！想进来就得听我的，你们先相互检查，只要身上有伤的就不能进来，我只给你们2分钟的时间。他们也是怕死，加上丧尸的声音开始接近了，赶紧敷衍的相互检查。被抓伤咬伤的会变异成丧尸，你们最好检查仔细点，不然我们全部人都要完蛋。这话惊醒了他们，他们开始认真了。都检查完了，没有伤口，我们一路都躲着丧尸的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女生很小声的嘟囔了一声：“班长的脚在流血呀！”周琪琪心中一惊，连忙解释：“我是刚才被石头划伤的，没看到我鞋都跑掉了吗？”她抬起赤脚，脚背上赫然有一道清晰的伤痕，我一看就知道是丧尸抓的。周琪琪，你不能进来，其余的人可以。凭什么？砰砰，你为什么那么针对我？班长应该是被石头划伤的，没事的，快开门让我们进去吧。继续撞吧，撞烂了一起死。我冷漠无比，不做任何解释，因为他们只会相信周琪琪。周琪琪嘴唇发抖，眼中都是阴毒，但泪水长流，表现得十分可怜。琪琪，要不你就走吧。陆枫，你……周琪琪有点不敢置信。那男生二话不说，拉着周琪琪就径直离开了。他们已经走了，快开门啊！丧尸马上就来了。班长走了，
鹏鹏，你再不开门，我们就同归于尽。我们活不了，你也别想活。我很怕门锁被撞坏了，但我知道周琪琪肯定没走，她是在这跟我玩小把戏呢。事已至此，也只能放他们进来了。周琪琪很快就会尸变，一旦尸变，只有我能应对。到时候我一刀砍下周琪琪的狗头，我自然就是老大了。那行，都进来吧。谁知就在我开门的一瞬间，门就被巨力撞开，我猝不及防被撞得鼻血长流，翻倒在地，西瓜刀也脱手而出。世界末日就此降临。砰砰，你这个小垃圾，要不是我假装走了，你还不肯开门吧？你太天真了，我就是要往死里欺负你。我捂着脸盯着踹门的男生，终于想起他是谁了。他是我高一的同桌陆枫，那时候他成绩不好，是我帮他辅导起来的，外界都传言我们是情侣，但陆枫一直否认。我又不是脑子有病，怎么会喜欢砰砰这种货色？至此我们分道扬镳，他越来越优秀，跟周琪琪走到了一起，而周琪琪对我依然不放心，各种霸凌我，导致我变成了吊车尾的垃圾，再也不可能跟陆枫有关系了。快抢刀！砰砰这个贱人有武器！众人已经全都涌了进来，一把夺走了我的西瓜刀。你们看，这有好多物资，没想到砰砰这个狗东西竟然囤积了这么多食物。他们二话不说，像一群疯狗一样冲着我的食物就是一顿狂炫。就让你们先嚣张一下吧，一会等周琪琪变异就好看了。我也是为了安全起见，才不让你们那么快进来。而且这些东西是我专门买来给大家当散伙礼物的。你滚一边去吧，这个小碧池！周琪琪骂了我一句，也去拿水拿食物。我走去门口，再次推床抵住了门。大家别怕，咱们的军队肯定能收拾丧尸的。我们在这里有吃有喝，等着就是了。陆枫冷冷地扫了我一眼，随后关心地蹲下看周琪琪的脚，一脸心疼。陆枫，我的脚丫丫被石头划得好痛呀！没关系的，等这群怪物走了，我带你去中心医院消毒。我妈是那的保洁组组长。班长，这里竟然有消毒水！周琪琪大喜，那快给我消毒！陆枫刚刚拿起一瓶准备去消毒，周琪琪就哭地指向了我。砰砰，你滚过来给我消毒！你刚才那么贱，气死我了！我不着痕迹地眯了一眼我的西瓜刀，西瓜刀被一个男生抓着，他正在幸灾乐祸地看戏。愣着干嘛？我叫你过来呢！周琪琪一把将吃剩的鸡腿拿过来，我一脸都是他的口水和油渍。我尼玛，我要忍，我要忍耐。要是我的西瓜刀在手，他的狗头肯定早就不在了。砰砰，是你做的不对，你太自私了。不过看在你准备了食物的份上，我们可以接纳你。你给琪琪消毒，再道个歉，这事就过去了。接纳我？我怒极反笑，这就是我前世仰慕过的男生。好，我道歉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蹲下给周琪琪消毒。当然消毒是假，查看他伤口是真。他被丧尸抓了，伤口散发着若有若无的臭味。以我老道的经验，可以判断出周琪琪大概在明天下午变异。痛死我了！你他妈会不会消毒？你痛就对了。丧尸造成的伤口跟普通伤口能一样吗？普通伤口痛那么一下就过去了，但丧尸伤口会持续的疼痛，痛入骨髓，尸毒越重，痛感越强。周琪琪再痛苦1天1夜，明天下午就会彻底变异。你忍一下，消毒肯定痛的呀，过一会就好了。周琪琪揉揉脚，起身往浴室走去。琪琪，你要去哪里？我去洗个澡，外面那东西溅了我一身，恶心死了。可全市早就大面积停水了。怎么停水了呀？这我可怎么洗澡？砰砰，这旁边的水是你接的吗？我回宿舍的时候就发现水很小了，想着可能断水，所以提前接好了。不错，你虽然贱，但总算还是有点脑子。听着一阵阵的水流声，还有水桶挪动的声音，我的心又在滴血了。这些水是我用来保命的，现在却被周琪琪用来洗澡。等他洗完，我过去一看，8桶水竟然只剩下了1桶，我人都气疯了。周琪琪，你是弱智吗？丧尸围城，任何一滴水都弥足珍贵，你洗个破澡就能用7桶水啊！砰砰，你敢骂我？你什么狗东西！你们给我把砰砰丢出去，让他被丧尸直接咬死算了。琪琪消消气，不用跟砰砰一般计较，用多少水都行，毕竟你爱干净，我是知道的。水桶本来就不好用，我又要洗头发，又要洗澡，还要搓脚，用多点水怎么了？同学们也说没事，反正他们又不洗澡，全给周琪琪用都行。我真的气笑了，一群该死的弱智。哎呀，好痛，老是一阵一阵的。陆枫赶紧蹲着捧起他的脚。琪琪，没事吧？怎么还痛？不知道啊，是不是消毒液是假的？砰砰，你个贱人，买到假货了吧？瞄了一眼我的西瓜刀，那个男生握得很紧，我要夺回来的概率很低。我目光一转，先离间一下。周琪琪，你是被丧尸抓了吧？感染了丧尸病毒，可能就会一直痛了。同学们瞬间大吃一惊，不自觉后退了2步。周琪琪眼中的惊慌一闪而过，立刻大叫：砰砰，你休想污蔑我！你知道大家都爱我，你记恨是吧？其实我现在根本就不痛了，刚才只是碰到水了而已。陆枫冷冽地看我：砰砰，不要说了，你给我闭嘴！好，你们既然见不得我，那我就自己去浴室待着了。我顺势跟他们隔离开来。
就周琪琪这个疯批人设变异之后，肯定会更颠。看不见砰砰真是舒服，大家都好好休息吧，说不定明天就有人来救我们了。同学们都还算乐观，他们吃饱喝足了，还能睡觉，比在外面强太多了。天色暗了下来，宿舍里渐渐安静了。我考虑要不要去偷回西瓜刀，但一番思索后放弃了，因为现在偷回西瓜刀并没有什么好处，我不如等周琪琪变异了，咬死几个人我再出手。这群废材必须吓破了胆才会臣服于我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被周琪琪的一声惨叫所惊醒。周琪琪整个人卷成大虾，不自觉地抱住了自己的脚。众人都手足无措地站在一边，周琪琪的脚掌都黑了，宿舍里顿时散发着腐烂的恶臭。而我则不慌不忙地走出厕所，平静地站在墙角西瓜刀立着的边上，默默地看着它变异。丧尸来袭，我却把805白莲花放进囤满物资的安全屋，并不是我有多好心，而是它被丧尸咬过的身体马上就要变异了。痛死我了，陆枫，我的脚突然钻心的疼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昨天不是都上过消毒水了吗？同学们脸色惊疑不定，终于有人鼓起勇气回头问了我一句：喂，班长真的被丧尸抓伤了吗？我淡定地摊了摊手，可能是他10年脑淤血转移到了脚上，大家别担心。砰砰，你个贱人，你还敢嘲笑我？我绝对没有被咬，是不是空气中的病毒通过我的伤口传进去了？8成是这样，丧尸病毒肯定是通过空气传播的，不然不会突然让那么多人发狂。那现在怎么办？班长不会有事吧？舔狗朝我这边走了过来，一把提起了那把西瓜刀。我不会有事的，现在这种情况只要报警应该就安全了，到时候可以让帽子叔叔送我去医院。可是我们的手机因为考试都锁在老师办公室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真的无语了。按照这个传染速度，怕是全城大半人都已经感染，而且通讯网络有没有更是个未知数。白莲花果然都是胸大无脑，我是绝对不会跟你们一起疯的。胖胖，你学习不行，但跑步还挺快的，你去办公室帮我们把手机拿回来吧，顺便再去医务处拿点止痛药来，快去。我真笑了，谁告诉你我跑得快的？我再快能快过你们这帮男生吗？砰砰，你笑什么？不痛苦你很开心吗？信不信我把你丢出去？所有人都看着我，他们根本不在乎谁跑得快，他们只是不想自己死而已，而我死不死无所谓的。我脸色平静了下来，心里已经有了应对之策。好，我去拿手机和止痛药，但刀得给我，我总得防身，不然死在半路上还怎么给你们止疼药和手机啊？这是他们无法拒绝的理由。慢着，你拿了刀，万一跑了怎么办？对啊，砰砰拿刀跑了，那我们岂不是亏死？陆枫冷漠地朝我走了过来，一把扯下了我脖子上的吊坠。那是一枚很老旧的吊坠，玉质很差，但却是我奶奶留下的唯一遗物。我戴了很多年了，也只告诉过陆枫一个人。砰砰，你也别怨我，我们必须拿到手机才能求救。只要你能回来，吊坠就还给你，不然我就摔碎它。我嘴唇发抖，胸中的怒气一波接着一波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我走在空无一人的走廊里，丧尸是逐人而动的。2楼这么低矮的地方，已经找不到暴露在外的活人了，丧尸也就不会聚集在这里。我看到舍管阿姨直挺挺地躺在地上，时不时抽搐一下，看情况几个小时后才会变异。我并不畏惧，在末日里遇到少数量的丧尸其实很安全，因为他们速度很慢，我能一刀一个。我从宿管阿姨身上找到了一大串钥匙，每个宿舍的编号都贴在钥匙上面。我回到了周琪琪所在的201室，当然我不会开门进去，我则是扭头走进了隔壁的202室，关好门就听见了隔壁宿舍的嚎哭。好痛啊，陆枫，我要痛死了！砰砰，那个贱人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听着周琪琪的嚎哭，露出了冷冽的笑。现在已经是中午了，最多3小时后周琪琪就要变异了。我现在什么都不用干，只需要等。等周琪琪变异后，就是我的收割时刻了。校园里哀鸿遍野，惨叫声不时传来。没多久，隔壁也开始乱了。喂，班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班长好像有点意识不清了，会不会真的是变异了？你才变异呢，我就是单纯痛。等砰砰手机拿来，我让我爸派直升机来接我去医院。这都快嘎了，还这么能吹，直升机都安排上了。那也带上我们吧，大家一起坐直升机走。这都不是事，跟着琪姐混伤不着你们的。除了砰砰，其他人全都带走。我冷然靠着墙一动不动地听着，看你还能装多久。很快周琪琪就病入膏肓了，剧烈的痛苦让他发出夜宵一样尖锐的嚎叫。啊，砰砰，你个狗东西，贱东西，快给我回来啊！同学们又开始慌了，他们一起缩在角落，除了周琪琪和陆枫以外，剩下的全缩在了一起。想跑吧，怕外面的丧尸；不跑吧，又怕周琪琪变异。琪琪忍住，你不会有事的。陆枫，我好痛啊！再派人去拿手机，快！大家闻听此言，都躲得远远的。我听见周琪琪的无能狂怒，可他已经命令不了任何人了。他索性就去命令陆枫。陆枫，
你去呀，快！我要疼死了。陆枫低着头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我要笑死了，你俩可真够恩爱的。世界末日就此降临。灾难面前，女神重要还是活下来更重要？陆枫，我不行了，快救救我！等咱们逃出去了，我就把自己给你。周琪琪现在这个状况已经是必死无疑了。陆枫显然也吓坏了，开始远离周琪琪。陆枫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这个狗东西，要不是被困在这个破学校，你以为老娘能看上你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？别走啊！回来，你回来，你个死舔狗！陆枫还是没有吭声，思索了半晌，爆出来一句：大家帮忙，把周琪琪丢出去。果然，人心是最不靠谱的东西。前一秒还可以捧起你的臭脚，嘘寒问暖，后一秒就直接让你尸骨无存，永不超生。可如果周琪琪被丢出来，那不就相当于威胁被解除了吗？那我还怎么拿下这帮蠢货呢？我眼珠子一转，算算时间，宿管阿姨应该马上就会尸变了吧。毫不犹豫，我拖着宿管阿姨的身体就来到了201室的门口。看宿管阿姨这个状态，便衣也就是分分钟的事。陆枫，你记住，你就是我看不上的一只死舔狗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快住手！马上变异了，到时候我们都得死。班长，对不住了，你还是出去吧。可他们刚拉开一道门缝，宿管阿姨就直挺挺地站在门口。没错，她已经完全尸变了。丧尸在外面！陆枫一把把门死死关了回去，估计他现在想死的心都有了，门是不敢开了。而周琪琪还没扔出去，几乎同一时间，一声尖叫打破了片刻的宁静。班长变异了！宿舍顿时慌乱，脚步声、惊呼声、碰撞声，悦耳又动听。琪琪，是我呀，我是最爱你的陆枫呀，不要咬我呀！我差点没笑出声。我聆听着隔壁的尖叫，是时候夺回我的物资了。开门出去，那头丧尸立刻朝我扑了过来，可惜速度太慢了。我笑了笑，3年了，又一次直面丧尸。我微微一跃，手起刀落，丧尸轻松被我送走。我抬手敲门，班长，我回来了，开门啊！陆枫一帮人已经发狂般的上蹿下跳了，变异的周琪琪追着他们玩命的撕咬。砰砰，是砰砰回来了。蒋凡，你去开门，你离得近。我不敢下床啊，太可怕了，班长不得给我撕碎啊！我站在门口，实在是听不下去了。你们一个人拍打墙壁，制造噪音，吸引周琪琪，其余人不要出声，再来个人开门。好。有人指挥后，他们瞬间就知道怎么做了。终于门开了，一个女生发着抖打开，又立刻窜上床去。砰砰，快杀了周琪琪！我没搭理他，不急不慢地将门锁好，在客厅等住。快杀了周琪琪啊！你想什么呢？变异的周琪琪似乎也被他们的叫声惊扰，嘴里发出阵阵嘶吼，朝我扑了过来。我提刀在手，一刀横切过去，解决了周琪琪。陆枫几人显然被吓傻了，赖在床上还不敢下来。腾腾，你杀了班长，你是刚才没看到吗？要不要我出去再抓一只，重新给你演示一遍啊？不用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以前的事我对不起你。我并没有理会，举着西瓜刀指了指他们。你们全部都下来，立刻！他们吓了一跳，以为我要砍他们，一时间都不敢动弹。我可没有时间跟你们废话，丧尸马上就会攻来，想活命的就必须得听我的。我一一检查他们，发现陆枫手臂上在流血，黑色的。除了陆枫，还有谁被咬了？众人皆是一阵死命的摇头，而陆枫则脸色惨白地对我说：我是刮伤的，砰砰，我其实一直很爱你，只是不懂得表达。我低头无奈一笑：是吗？你很爱我？对，我爱你，都怪周琪琪一直蛊惑我，她该死。陆枫鼓起勇气看了看周琪琪的脑袋，狠狠地朝他吐了一口。你看，我巴不得她死，她算什么东西？一个贱人而已。不错，我相信你了。吊坠呢？在这里，我一直贴身保管的。我原谅你了。现在我要你们4个把尸体搬出去，搬到教学楼门口。姑奶奶啊，你看他哪还有人样啊？我们哪敢碰啊还？不搬的话也行，尸体明天就发烂了，我们都会空气中毒，必死无疑。我看他们没说话，便顺势安慰道：我刚才在外面逛了一圈了，附近现在还没有丧尸，只要你们抓紧时间，肯定不会有危险的。万一我们回来了，你不给我们开门怎么办？我默默一笑，取出了隔壁宿舍的钥匙。拿去吧，这把是202室的钥匙，就算我这里不开门，你们也能去隔壁。我也可以给你们点食物，想住202的就都搬过去。毕竟我最近特别想杀人，还是一个人住好一点。几人喜出望外，他们早就怕死我了。我现在又给住处又给食物的，他们能不开心吗？好，砰砰，我们都听你的。我现在就把这个贱人扔出去。不一会，他们就回来，从宿舍往隔壁搬运物资。友情提示哦，食物不多，水也不多，不要浪费了，不然我可救不了你们啊！我贴心地提醒着他们，目送他们躲进了202室。
我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他们这次真是彻底要凉了。